俄罗斯要给断气，日本已经闻到了绝望的气息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近日，普京签署总统令，在欧美日对俄实施制裁的情况下，俄罗斯将成立一家新公司，接管俄日能源合作开发项目哈萨林2号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，我认为这并不会突然导致俄罗斯对日本的天然气供应的停止。日本人已经感受到了俄罗斯给日本断气的可怕后果。俄罗斯的远东能源供应曾经有选择中国还是日本的路线之争。在2004年之前，俄罗斯一直偏向于日本。之后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，俄罗斯开始把能源合作重心转向中国。但是日本仍然保留有大量远东地区的能源投资，并且呢，也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进口国。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，2021年日本进口石油的 4%， 进口天然气的 8.8% 来自于俄罗斯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哈萨林2项目。日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，别看比例不是特别高，但是一旦出现缺口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为能源供应很多都是长期合同，一旦俄罗斯断供，日本就会发生能源危机。梅德韦杰夫对岸田文雄有关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的言论做出回应称，日本将不会得到来自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，也将不会参与萨哈林2项目。俄罗斯有把日本公司的股份收归国有的可能，因为日本也在扣押俄罗斯的资产。由于日本几乎不大可能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有所让步，这意味着日本被排除在俄罗斯能源出口国之外，只剩下时间问题了。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霸权的坚定支持者，反华反俄立场非常明确。中国与日本虽然关系紧张，但是双方有着非常大的贸易额，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。但是日本与俄罗斯现在是除了没有开战以外，已经到了相互伤害没有底线的程度了。由于日本积极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制裁，所以被俄罗斯列为非友好国家。而此次普京签署的总统令，显然准备对日本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。要知道，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比很多欧洲国家还要疯狂。该国宣布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黄金，冻结俄罗斯的外汇，限制对俄罗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，对俄罗斯展开金融制裁等等。更奇葩的是，日本政府竟然率先提出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限价制裁。日本为何对俄罗斯如此下狠手呢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俄罗斯已经放弃了与日本解决领土争端的可能。日本因此决心利用俄乌冲突的机会，配合西方将俄罗斯经济打残。一个虚弱的俄罗斯显然对日本解决两国间的矛盾更有利。再加上日本是美国支持下的非正常国家，美国也希望日本全力打击俄罗斯。可以这么讲，日本根本就没有给日俄关系的缓和留后路，而俄罗斯能收拾日本的办法不多，所以才有了目前正在酝酿的王炸。如果俄罗斯完全对日本能源断供，对中国而言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儿。中国与日本在能源安全保障问题上一直以来就是个竞争关系，没有了日本，中俄能源合作只会更加顺畅。中俄最近出动海军和空军针对日本进行巡航，已经向日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。再跟着美国叫嚣挑衅，其下场可能不那么美妙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